大家好，上个视频我们介绍了这篇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假说。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研究这篇论文的最独特的部分，作者们是如何通过数据来支持他们论点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论文使用的核心数据。作者们使用的最关键的数据是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历史学家Philip Curtin 的研究。Curtin 的数据记录了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欧洲军队主教和水手在殖民地的死亡率。这些死亡率数据呢是如何计算的呢？标准的衡量方式是每1000人年化死亡率。Annualized deaths per 1000 man strength， 所以这个指标显示了每1000名士兵中每年有多少人死亡，其中死亡的士兵会被新的士兵所替换，所以这种计算方法呢，让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地区的死亡风险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说在西非的自由省就是今天的塞拉利昂欧洲人在第一年他的死亡率高达 46%。 在布拉马就是1972年4月到1793年4月欧洲人的死亡率达到了 61%。 在塞拉利昂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就1792年到1793年 72% 的欧洲定居者死亡。更惊人的是在蒙古 Park 的第二次冒险，就是1805年的5月到11月中87%的欧洲人在从冈比亚到尼日利亚河的这个陆地旅程中死亡，最终所有欧洲探险队员都没有能活着完成探险。这些死亡率数据的可靠性怎么样呢？作者们指出当时欧洲人对于这些死亡率数据是非常重视的。举个例子假如马斯克组织移民火星，那么地球人对于移民火星人的生存也会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在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会定期报道殖民地的死亡情况，殖民者会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你比如说5月花号的清教徒们就是因为圭亚那的高死亡率而决定移民到美国，而不是圭亚那。第二个重要的数据呢是制度质量指标。作者们使用了防止征收风险指数，叫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Risk， 作为衡量制度质量的主要指标。防止征收风险指数是由 Political Risk Service 机构开发的一个重要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产权保护制度。具体来说，它评估的就是国家征收或国有化私人投资的风险有多大，政府是否会尊重商业合同，私人财产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司法系统你能否独立和公正。所以这个指数的评分范围是从0到10分，10分就代表着最好的情况，产权得到充分保护，政府征收风险极低；0呢就代表最差的情况，私人投资面临很高的政府征收风险。举个例子你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通常得分都接近10，因为他们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私有财产。而一些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可能只有3到4分，甚至更低，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可能随时改变规则或者征收私人财产。这事儿你问问隋大武所以这个指标之所以重要呢，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环境，那它影响了投资意愿。没有人愿意投资在随时可能被政府没收的地方，是吧？它反映了政府权力是否受到制约，它显示了法治的水平。所以作者们就使用了1985年到1995年间的这个平均值，这就是为什么作者选择用它作为衡量制度质量的关键指标。那我们看看这个描述性的这个统计分析在作者们的基础样本中包括64个前殖民地，这些国家在制度质量和经济表现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1995年人均 GDP 就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这个对数标准差为 1.1， 这就表明最富有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者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模式。首先呢，
殖民者死亡率与今天的制度质量之间是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欧洲定居者死亡率高的地方，今天的制度质量往往较差。这就支持了他们的核心假说，殖民时期的定居模式影响了制度的形成。其次欧洲人在1900年的定居比例和今天的制度质量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欧洲定居者比例单独就能解释今天制度质量差异的约 30%。这进一步支持了作者们的观点在欧洲人大量定居的地方，他们建立了更好的制度。那为了更严格的检验这些关系作者们就进行了普通最小2乘回归分析基本的回归方程就这个就是log yi 等于 mu 加上阿尔法乘以 ri 再加上控制变量的这个线性组合，最后加上随机误差epsilon i。这里这个 yi 表示第 i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我们对它取对数。ri 呢表示ri 是这个国家的制度质量指标， xi 呢是这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比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那 epsilon i 呢是随机误差项，表示方程无法解释的部分。初步的 OLS 就是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制度质量指标的系数在统计上高度显著，而且在经济意义上也很重要。比如如果我们比较制度质量在样本 25% 分位数，比如说尼日利亚，和 75% 的分位数，比如智利的国家，估计结果表明制度差异可以解释这些国家之间大约有 1.14 个对数点的收入差距。但是这些 OLS 估计可能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是反向因果关系，就是富裕的经济体可能更有能力或者更倾向于建立更好的制度。其次是就是遗漏的变量的这种偏差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影响制度质量和经济表现。第三个就是测量的误差，就制度质量的测量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这种主观性以及不精确性。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们需要一个工具变量。殖民地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的这个优势，它在于它满足2个关键条件：相关性和排他性。相关性指的就是殖民者他死亡率确实影响了殖民策略和制度的形成。排他性呢是指殖民者死亡率不太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影响今天的经济表现。所以作者们强调了这一点。虽然疟疾和黄热病对欧洲人来说是往往致命的，但对于当地成年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当地人通过长期进化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免疫力。比如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服役的当地军队的年死亡率分别只有11%和13%，这和当时英国本土军队大约15%的死亡率相当。相比之下在这些国家服役的英国军队死亡率高达70%到170%，所以这个发现就非常重要，因为它支持了作者们的论点。殖民者死亡率主要通过影响殖民策略和制度建立影响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过影响当地的疾病环境或者人力资本积累来直接影响经济。那么在下一次视频里边我们将详细探讨作者们是如何使用这个巧妙的工具变量来识别制度对经济表现的因果影响，以及他们主要的发现。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